妈妈去前面买大肉包，你坐着别动啊。哦，哎呀，嘿。啊！别这么说。哎呀，这孩子肚子饿了吗？你人贩子吧？谁说的？孩子饿了。是你的孩子。大叔，别多管闲事儿。你人贩子吧？啊！别动！别动！大帮忙啊！别动！帮忙的人贩子抓小孩。张振国，他妈！别老逼灯！别老逼灯！快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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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救了俺们一家，俺给你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大哥，我们带孩子来城里看病，钱都花完了，这是我们特产红薯，您就得收一下啊。好，我收。你们可别跪了啊！好人呐，但是你可是天华公司的总监，他只是个保安，你俩不配。别八卦了，走吧。你可小心点儿，别到最后被骗财又骗色。我都30多岁的人了，能被骗什么色呀？人还看不上我呢，那个老笨驴。很感谢临时集团能够入选四海10大企业之一，临时集团能够在创意3年进入100亿。我们临时集团将要迈入新的领域，正式进入新能源市场。看什么呢？这破新闻有什么看的？没啥好看，正好我们家那个薄孝子在上面，随便看一眼。是，临时集团董事长是你儿子，你怎么不说龙王是你儿子？这回郑国你又干了什么好事啊？外面来了一堆人，指名道姓要见你。爸，市区里面最好的别墅月兰湾，最新款的车子宾利，4个保姆，2个厨师，还给你配了一条萨摩耶，让你去遛。这条件都不能让您在家老老实实养老，您给我跑这儿来当保安，搁这儿见义勇为。有事儿说事儿，找老子干嘛？你找个开一堆豪车过来，有俩臭钱就开始嘚，你了不起吗？了不起，对，我就是了不起，我现在走哪我都了不起，我干什么都了不起。您能不能跟我回去啊？你在这我丢人。钱有些时候是会害人的。害什么人？害什么人？害什么人啊？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哪害人害什么人了？您跟我回家，跟我回家啊！你当你的大老板，我当我的小保安，我碍着你了。我跟你说了，我不喜欢大别墅。我马上要进军新能源市场，明天纽约来的 Max 专门过来跟我谈合作。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爸在这儿当保安。Max， 对，你不用知道他是谁，他是电车之父。他听到我要进军新能源市场，专门过来找我谈合作。爸，你不懂商业，我不怪你，但是这个合作对我来说很重要。好，我答应你。一会儿呢，汉中老同学20周年聚会，你让你的司机送我。好，小李，待会儿送我爸去汉中大酒店。小李，张凡最近怎么样？老板，张公子确实是个商业奇才。除开他刚开始您对他的略微扶持之外，之后很快就步入了正轨。不过最近确实有些太过意气风发了，加上电车之父的主动找上门。好，我知道了。
麦克斯，不要碍于我的面子跟张帆合作。冯晨晨，你都已经30多岁了，你不会真要跟那个保安老头在一块儿吧？这样啊，我今天给你介绍华氏集团的公子。不要。哎，你说你说不要就不要。看什么呢？我刚好像看到张建国了。你开什么玩笑？那个是奔驰的迈巴赫，就你那个保安能租得起这个车？行了行了，我看错了，行了吧？你赶紧去汉中酒店吧，我约了吕总谈生意。想当年我们班花的吴秀丽呀，天天围着我屁股转，可惜她现在在外地，来不了我们这次聚会喽。吴秀丽啊，听说她生了3个孩子，太忙了，没时间来吧。要是人差不多到齐了，我们进去吧。走。哎，老张还没来呢。你说张建国，哎，听说他去当保安了，你说好笑吧？丢人哦。对，哎，老吕啊，我知道你和老张当年有矛盾，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人各有志，你现在混得这么好了，儿子又争气，当年的事啊，你就别乱说话了。我都不和他一个阶级，我犯得着跟他置气吗？先生，麻烦您挪一下您的车吧。哎，我开的是奔驰，临时停一下怎么了？不好意思，那是我们的贵宾专用车位。哎，迈巴赫还是680限量版，整个四海也没几辆。哟，那得去挪一下。哟，不好意思啊，把您车位给占了，我马上挪开。都是老同学，挪什么就停那儿吧。张建国，张建国，哎，张建国，这你车啊？这车不是我的。我说呢，这车你也买不起呀，指定不是你的。对，说的对，这儿没你事儿了，先回去吧。别人送的红薯，味道指定不错，就是一起尝尝。哎，老张，这你什么朋友啊？嗨，你些有钱的朋友，正好顺路就带了我一下。这车坐的我浑身不舒服。我看他呀也不习惯。哎，这红薯啊，你就自个留着吃吧啊！这汉中酒店呢，可不让带农产品进来。不让带啊？我经常让他们给我做来吃啊。张啊，你可别吹了，汉宁酒店可是四海最好的酒店，你还经常来，来了还指定菜。哎呦我天哪，你可别逗了，他就只配出红薯的命。这红薯啊，对，你就这个留着吧啊，在汉中酒店，让你知道什么叫山珍海味。我还是让他们给我加工一下吧。一个字儿丢人现眼了，这山猪啊，吃不了细糠。哎，你要丢人现眼，别带上我们啊，你自个儿去。走。麻烦把这个红薯处理一下，等会儿我们要吃。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是高级酒店，不收农副产品的。张建国，你以为这是沙县小吃呢？就算是沙县小吃，也不能带红薯吧，是吧？各位贵宾，这里是汉中酒店，麻烦大家安静一点。哟，李经理，好久不见。这一嘴烟，他怎么来了？你好，我也不知道您。还是帮我把红薯蒸一下吧。好的，我们马上去准备。哎，李经理，您这儿能自带食物吗？哎，还是红薯这种农副土特产。服务好呗，这可是四海最好的酒店了。来汉中酒店这种地方吃红薯，那正是糟践了。哎，同学们，人到齐了，走入席。有时候啊，我是真羡慕老吕啊！做生意能发财，儿子也争气，不像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整天在家里玩游戏，你说烦不烦？我儿子啊，高考642分，我以为啊，从此一飞冲天了，谁知道临了毕业了，连工作都没着落。现在的年轻人呐，真的是太难了。哎，是你们二位啊，别说这话啊！年纪大了，找不到工作，那有的就去当保安了，哎，还做红薯呢。各位打扰了，这是你们叫的红薯。可是
这个红薯真的挺好吃的，你尝尝。哎，人活一口气，这人要脸，树要皮。你这红薯啊，你自个儿吃吧啊！我都替你丢人。哎，我说各位，我们做父母的都不容易，哎，要给孩子们做好榜样。你看看我，每天工作到凌晨2、3点，那不是才不在市里有了一席之地吗？大家说是不是？是。哎，我再看看你儿子，哎，你儿子现在在干嘛呢？他东搞西搞的，也没搞出什么名堂。最近好像在搞汽车。哦，修理汽车，好歹是门手艺，可以混饭吃，不错。二位，把你们孩子的微信推给我，我让我儿子给他们安排，让他们去临时集团上班，怎么样？临时集团是不是四海市名列前10的临时集团？哎，老李，你可说话算数啊！包在我身上，我老吕什么时候说过大话的？我儿子可是临时集团最年轻的副总裁。临时集团，张凡那小子呢？张凡可是最年轻的企业家总裁，你们很熟吗？是挺亲，他是我儿子。他说张凡是他儿子。哎，老张，你是不是喝醉了呀？这酒店是张凡的产业啊！啊，这要是被人听到了，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也没乱说，他确实是我儿子。够了，张建国，我忍你很久了，我都知道你没出息，像个窝囊废，不如大家，这大家都知道啊，是不是？我什么时候自卑了？我每天过得都挺开心的。快乐有个屁用啊！就是因为你这么窝囊，你老婆才死得那么早，对吧？不准说他。哟，这玲花以前可是我们的班花，哎，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追她，怎么就瞎了眼，就看上这我？林达，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不可以说玲花，给玲花道歉。我不是在说玲花，我说玲花嫁给你的，她委屈了，你个废物。她确实受委屈了，受委屈的。你不敢打我！我跟你说，我儿子现在就在汉中酒店呢。不是说你儿子张凡是临时的董事长吗？我现在就把他叫下来，看看你是不是临时集团董事长他爹，屁本事没有，就在这吹牛。吕总，合同的事儿能不能再商量一下？能不能再便宜一点？2000万确实是有点超支了。冯总，您考虑清楚啊！现在是你需要我们集团，而不是我们集团需要你啊！吕总，这个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可是对我们来说不重要。接个电话啊！喂，爸，怎么了？谈合作呢？我被人打了。啥？这挺肥呀！等我上去啊。冯总，您先慢慢考虑啊，还有点事儿，先不多陪了。老张啊，快跟于总认个错，别到时候抹不开。我有什么错？张凡确确实实是我儿子。张建国，你还嘴犟啊？哎，你的保安面子能值几个钱呢？能给吕总认个错，亏了你了。老吕啊，他就这德行，没实力还嘴巴硬，你就别为难他了。我难为他？张建国，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吧？你都还以为是原来在学校，现在走上社会了，凭的是这个，哎，凭的是这个，凭的是上面的关系。如果张凡是你的儿子，我管你叫爹。可惜呀，你没这么好的儿子啊。而我的儿子啊，可是临时集团的副总裁，在这儿没有谁能帮得了你。我骂你，你连个屁都不敢放。爸，我来了。爸，我都被人打了，你还问怎么了？你们谁胆子挺大呀？啊，敢对我爸动手啊？你们是不知道我是谁，还是没把我们刘氏集团放在眼里啊？是你吗？你啊，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爸老同学啊，但是在今天，
在汉中酒店有一个老同学给我爸打了。我建议你们啊，不管你们是谁啊，现在立刻马上站出来给我爸道歉。大家都听见了吧？看在玲花的面上，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把这酒给我喝了，说你自己是蠢货，当着大家的面，我就饶了你，怎么样？不好意思，我不喝酒。你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把人带走。这是干嘛呀？把人拖走啊！李东，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张老总，不是，怎么是您呢？爸，你搞什么呀？这是我们凌氏集团董事长的爸爸。什么？张老总，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我爸喝2口猫尿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别叫我张老板，张凡的凌氏集团是他自己一手创办，跟我没有关系。他真是张凡他爹啊！爸，我还能认错人吗？你赶紧给张先生道歉呀！张先生，全是我错，都是我错。别打了，这么大岁数还当着自己儿子的面，像话？我有眼不识泰山，有眼无珠，你可千万别为难这孩子。他在凌氏集团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到今天这个位置不容易啊！麻烦你以后不要为难他，不然的话，我这当爹的在他面前怎么过得去呀？这何苦？而且你说的对，没能护住玲花，确实是我窝囊。不吃了，你们慢慢聊，我还有点事儿，先走。张老总，哎，交给我。建国，你怎么在这儿啊？呀，同学聚会我顺了2红薯，来一个。哎，吕总，我正找您呢。我考虑了一下，价格这一块还是想请您再降低一点儿。我们这儿……哦，不好意思啊，吕总，这是我朋友。好朋友。吕总，那个合同的事儿。合同啊，对，我刚好想找您聊这个事儿呢。那个刚刚我跟你的报价是多少啊？2000万，实在是有点太高了。那改成1000万啊？1000万行不行啊？多谢吕总，多谢吕总。不用谢，要谢的话您多谢谢这个张建国同志就行了，我爸老朋友，实在朋友啊。建国，你可真是我的福星。那你不得请我吃个饭？那当然啦，我可不是吝啬这一顿饭的人。你好好走路，穿高跟鞋一会儿别摔了。跟你在一起我还能摔呀？建国，我痛。再忍忍就不痛了。建国，我受不了了，换地方吧。现在虽然痛，但马上就舒服了。晨晨，快了。建国，你真厉害，真的不痛了。回去要是还是痛，就擦点红花油。今天那顿饭还是不吃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去。好。慢一点，慢一点。建国，那我下次再把这顿饭补给你。行，那我先走。哎，建国。玲花，好久不见，你都走了18年了，也不知道你在天上过得好不好。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都40好几的人了，还有小姑娘想跟我谈恋爱。哎，今天是你生日，还是吃饺子？咱们那小子出息了，生意上我没帮过他，靠自己一个人，现在已经是4海市的大人物了，资产过100亿了。不过
我这老路他又走了一遍，不知道是福是祸。这要是让华尔街那帮人知道了，也是他的结束。喂，爸，今天晚上在公司加班晚点回来，明天有个很重要的客户。什么事能有你妈重要？妈已经死了10年了，我说了，我不是不回来，我明天有个很重要的客户，你现在别来烦我好吗？明天的会议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好吗？答应我 ，OK？ 好。合同你都做不好，你看你这第3条写什么东西？重新做。张凡你好。麦克斯总裁，您怎么直接上来了？我本来说下去接您的。不，我们外国人做事讲的是效率。我想听听你对未来的市场和林氏集团的优势。好，请。How can I be sure you won't Do you know the flat next after Fowler Street? 四海 in China? 四海 Just location. However, you have $1 trillion of wealth now, are reversed at the court of Wall Street. You are the final winner, they're just losers. As the saying goes, now he's a brave dog. No. You don't know the truth. 看来这15年前的事儿该有一个了断了。我们林氏集团在四海市拥有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版图会无限扩张。我们拥有自己的工厂，以及很多单方面的一些设施，什么记得吧？不是应该接一下？或许眼前的事情更重要。你跟他很像。是我一个朋友，真想跟他认识一下。是吗？你应该更熟悉这个人。你很优秀，但是我需要思考一下，给我1晚时间。好，你请。新能源产业是未来20多年的风口，所以这次我们林氏集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好吗？喂，爸，我在开会。今天甲方来公司，他对我们的方案非常感兴趣，我明天就要签约了，所以我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啊。合同的事不急，你妈更重要了。所有公司所有的高层都在，我不能拖后腿。我知道妈很重要，但妈已经死了。要不今天回去真的会不来劲。对完这个再回去。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每一个步骤，千万不能出任何岔路，好吗？爸，人在生意场上，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您别怪我。不过现在才11点半，我会在12点之前回去给妈过生日的。哎，慢点，这。哎呦，慢点！哎呀！早说你不能咋？你别让人喝那么多。哎，走吧，上我车。坐这辆车男人的车这么靠谱？不是，这。哎，谁他妈开的？你妈！下来！老子管他怎么老？怎么还是就没他妈几辆？大人我。他们过来了，他们真来了！我就随口一说呀。他不怕不穿，他们不是坏人。大叔，你闭嘴吧！这会人看着就不好惹。要不咱走吧？走。张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带这么多人来干嘛？这么大阵仗，以后我在这个小区都住不安宁了。最近怎么样？很好。很好。张总，你儿子睡去了。
新女人再话，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风险也大。但你儿子才华很硬，又像当年你一样，或许比你更厉害。他的计划做得没问题，但是有些激进。在华尔街保守的企划没人看了。对了，以小天成为华尔街华人商会会长，他最近打算。麦克斯，不要提他。先生，开去哪？去滨海大桥。滨海大桥，我的老伙计，自从林华在那出事后，你从来不是那里的。18年了，该放手。麦克斯，咱一个人走走。我会在远处看着，如果你跳出去的话，我第一时间救你。如果要跳，18年前我就跳了。放心。陈晨，陈晨，我好热。上啊！别动了！他是我们吴总的女人，你装什么东西？妨碍我办事！他是我男朋友。陈晨，我想要了。冯总，今天你把这杯酒喝了，2000万的合同马上签。哎，陈晨，你没事吧？不好意思啊，吴总，我先去趟洗手间。我今天心情不好，只好赶紧走。这家伙真把自己当成菜了，小屁啊！这样把人带走！哎呦我操！啊！那你干什么？上！上啊！废了他！那你干什么？上！你很能打吗？啊！你很能打是吧？动！再动！你再那么动！陈真，你先走，就让我来处理。我不能走，建国，你没事吧？吴总，你怎么亲自来了呀？不是怎么回事啊？喊你们来接陈真，你们就这么请的啊？是这个狗男人先动手的，他还说冯小姐是他女朋友。这你们信吗？啊，这就是他这穿的，这个农民工啊！真真，你喝多了，真腿了。没错，我就是她男朋友。陈真，不给我介绍一下？吴总，他是我朋友，资助了一家福利院，他是个好人，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别为难他。为难他？我像是那种人吗？资助孤儿院，我最喜欢有善心的人。老头儿，听见没啊？陈真说你不是她男朋友，还不赶紧滚！我懂了，要钱是吧？哎呀，那这不有钱很了不起吗？那你就说对了，有钱就是了不起，钱少啊！来来来，都给你的，够不够？要不这样吧，你说个数我给你，你别再缠着陈真了。你他妈缺点不要脸是吧？吴总，这事跟他没关系。建国，是我害了你，他是荷花集团的董事长，你得罪不起啊！你赶紧走吧。我走了你怎么办？我有我的办法。我也有我的办法。无理得是吧？现在立马道歉滚蛋，我不为难你。要我道歉，你算哪个通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劝你真别为难自己。老三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帅呀？分英雄救美是吧？我今儿告诉你，冯先生，今儿不跟他有事，
冯先生他就算真的是你女朋友，他又怎么样？我这就告诉你了，你是女人的护士，你喜欢就近孤儿院是吧？什么？老他妈惨了你孤儿院！我愣着干嘛上啊！啥？我让你跟着我穿金戴银，你不戴，不要跟那个泥腿子搅在一起啊！吴立德，我请你马上离开。离开！我今天把合同取消，你明天公司就得倒闭，信不信？威胁、恐吓，生意不是这样做的。你算哪根葱啊，敢对我这个话讲啊？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一个马上就要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去，快给我打死！嘿，心里知道我是谁吧？是荷花集团的董事长，我捏死你就像捏死蚂蚁那么简单。荷花集团马上就没了啊！敢动我的那伙计，找事！放人！哎，麦总，您干嘛来了？这都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吴立德，你找事！我死了，这不是死了，这死还是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在心里。我把我这个都送给你，你让我一条狗命好不好？这真的。我的上帝，你为了一个不干日的人，这个老伙计在华尔街有个称号叫修路。卖给身上，不要了！姐夫，没事吧？建国，吴立德他势力很大，我们快跑！谁还没几个有钱的朋友？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他再也不会救着。他是？我是他女朋友。啊？他就是我男朋友。Oh my god！ 今天看到了什么？老板，这个人怎么处理？这还用问吗？从此再也没有荷花集团。好热，难受。别拖，我去跟刀背让他冷静一点。头好痛。昨晚我们怎么回家的？走啊！走。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我送你回来的。那我衣服呢？不用你脱了，你三我总不让你穿着睡吧？那你没做什么吧？我做了一桌子的早餐。咱俩不干喘气儿啊你！不打。先吃，好，不准，哎，好，行了，晨晨，你不跟我解释一下吗？解释什么？他是谁？为什么在你家？这是我们以前的家。他出现了，他是谁呀？管不着吧？这个管不着，我管不着，谁管得着？最新财经消息：荷花集团于昨晚宣布破产，董事长吴立德因涉嫌金融欺诈畏罪自杀。吴立德自杀了？对，我刚想跟你说来着，以后他再也没办法缠着你了。难道是你做的？不是，我一个朋友做的。哎，我听你们谈乱七八糟的，我想知道。莫名其妙，你不觉得你很好笑吗？晨晨，是，咱俩已经分手了。但你知道，分手就别说了，吃吧你。哎，晨晨，别说你离开我以后手艺见长啊。
我做的。不吃了。你爱吃不吃？晨晨，当年分手，我不是忙事业吗？你以为这回来我是找你复合的？你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听说你公司遇到点困难，这不，特意想来帮帮你嘛。我不需要，我要去开会了。我告诉你，哎，就你还有车？自行车还电动车呀？有没有头盔？被抓到罚你200。晨晨，你是公司总裁，还是我送你吧？停！哎，这小动静多么的美妙！是啊，晨晨，作为总裁，车不能太差，否则丢面子。我说我对你有贪心吗？怎么听不懂呢？晨晨作为总裁，坐你车掉份儿。我就是这个意思。迈巴赫5个8，你的？不是我的，我借的。我借的呀，借的你生气什么呀？晨晨还借的？谁还没有个有钱的朋友了？再说有钱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租这车花不少钱吧？赶紧给人送回去。我跟你讲，现在1天1宿了，算2天钱了，还不过去又扣200。我没花钱。建国，你觉得我很爱面子，很喜欢豪车这些吗？我不需要。公司还有事儿，我们先走吧。哎，张先生，终于找到您了。你找我干嘛？啊，昨天小张总跟天盛集团的 Max 谈妥了协议，今天我们凌氏集团要跟天盛集团签约。Max 先生跟小张总都希望您可以获取他。你好，干嘛呢？他叫张建国，从事安保工作的。啊，开保安公司的，物业啊，什么都有，那也行啊。不是啊，他做保安的。什么？神经病啊！你好好开车。保安？只做保安？我说晨晨，你怎么找个保安呢？消费降级了，即便公司运营不善，你的眼光也不能降到这个程度啊！什么档次啊？那我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再找个像你这样的，我告诉你，你除外。行，那起码也得找个这样。迈巴赫5个8，你的？哎，发什么呆呢？啊，看错了。我宣布，今天的新闻记者发布会到此结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凌氏集团，谢谢。张总，我是天华公司的冯晨晨，想见见张总谈谈合作的事，可以吗？不好意思，我们张总的预约已经满了。你找张总干嘛呀？不是我说你晨晨，你想见张总，你跟我讲啊。我们都做新能源的，什么关系？你懂的。我帮你引荐。真的啊？别动，等我。这个我求你了，好歹咱之前有合作过，能不能帮我约一下张总？这不合规矩。我懂，但这个对我来讲太重要了，求你了，哥。我跟吕总洽接一下业务。哎，我犯得着跟你解释吗？你怎么在这儿？您这是？这是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啊。过来，你怎么来了？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我不能来吗？哦，你过来面试保安，哎，顺便见晨晨。我跟你讲，晨晨是一时兴起和你在一起，根本就看不上呀，你也给不了他的未来呀。我看不见得吧。好，晨晨现在公司面临一些问题，他需要约见张总，你能解决吗？那要不然我试试。哎呦，没发烧吧？你还想试试？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我们楼下的保安可比你厉害多了，才把你这个老保安再给你拉走。你说你认真。你怎么来了？还问什么？让我给安排工作啊？谁过来找你的？不找我儿子？哎，谁的天意你都敢占啊？陈灿，张总，查清楚了，张先生昨天晚上去的时候，在冯晨晨家住了一晚。对，就是天华集团的总裁，跟咱们凌氏集团有业务往来。所以，上次给天华公司的优惠，是因为我爸。先生有事找您谈谈。让这个冯晨晨去办公室等我。哎，冯总，如果您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张总想见你。真的吗？我有时间。吕总，安排到位了啊，谢谢。讲这些，讲那些，咱俩啥关系啊？回头喝酒。李总，张总找你。多谢你啦。没得说啊，小子。怎么会这样？新能源产业是未来20年的风口产业，怎么会突然间涨停？而且就这么一会儿时间，幅度涨停这么大，起码蒸发上万亿。有人在做空，做空新能源，谁这么大胆？你太小看华尔街那帮人，他们疯狂起来可以做空一个国家。他们冲我来的？不，他们冲你来的。有什么区别吗？我们是一体的。马上召开董事会，立刻，最快速度。哎，好，我立刻去办。那冯晨晨那边我先推掉吗？不，让他来办公室找我。哎，好。X，你等我。OK。张总，我是天华公司的，请坐。冯总，我们都是生意，就开门见山，直接聊。张总，你在说什么？我有点不太明白。那就说点你能听得懂。你觉得吕东上次给你的合同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很傻，很天真，这就你骗。我不想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人玩弄在股掌之间，让他伤心。张总，请您自重，那份合同是双方确认过的。我这次来也是想跟您聊一聊这件事。我带来了新的方案，保证让凌氏集团满意。你也是这样骗他的？我骗谁了？你自己清楚。张凡，你想毁约就直说，不要用这种方式侮辱我。告辞。哎，老爸呀，你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张总，安排好了，董事会明天就可以召开。新能源，你知道不？就现在，我跟张总搭的这个盘子，哎，说你也不懂。我看你一把年纪，你不然来我公司楼下当个保安，我给你双倍工资 ，double。不过我有个条件呢，珍爱生命，远离晨晨。我不差钱。天哪，你不差钱儿，你不差钱儿，谁差钱儿啊？啊，我就纳了个大闷儿了。你个保安一月挣多少钱？啊？你是怎么勾搭晨晨的？怎么又会在他家？哎，你今天给我解释清楚。你猜？我猜你妹呀！哎，晨晨怎么样？给面不？什么无耻啊？我说那个张凡，他说我骗人玩弄人，我骗谁了我做什么了我？哎呀，咱们俩的事儿他知道了？他知道你俩什么事儿？他知道你俩什么事儿？你以为你谁呀？联合国秘书长呢？还他爹？不是。行了，别耍宝逗我开心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要走了。哎，我送你啊！当当当当，稍微有点失误，喜欢吗？
怎么了？车真恶心！堵车你就慢点开，注意一点呗。我怎么感觉我像你俩司机呢？那要不我给你打辆专车，这车我来开。下，到了。这哪儿啊？这不是我家呀。这有公司啊，走，带你参观一下。哎，晨晨，早饭听你讲张凡零食集团什么情况？前2天不是跟零食集团签了份合同吗？2000万，结果那个张凡说我这合同是骗来的，我骗谁了？区2000万到我们公司了，上去马上给你签。来，晨晨，看看我为你打下的江山啊！哎，干嘛呢？什么情况？孙总，你没看新闻吗？咱们公司破产了。破产？我是老板，你说破产就破产你打几十通电话也没接啊，咱们都以为你跑路了。嘿，你没事吧？最新消息，有华尔街之神称谓的金融大鳄李啸天瞄准新能源领域再次出手，做空国内金融市场，有相关产业公司申请破产。据悉，李啸天的目标是想借机拿下国内新能源巨头。李先生，您的到来让市海市蓬荜生辉。事情安排怎么样了？明天就能完全掌控零食集团。张建国，你没事吧？晨晨，我先回去缓一缓，我坚信一定会有解决办法，最起码我还有车。我靠，这帮王八蛋！商场如战场，输了就是一无所有。不过你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你个保安，你懂个嘚儿啊！晨晨，我不送你们了，我先回去。喂，孙总你好，我们这边已经在处理股票下跌是正常现象，您一定要相信我们集团，您先不要撤资啊。喂，孙总，喂，进来。这是张总，银行那边又来催交质押金了。这帮王八蛋，前几天还说越好还越好，现在又上门催。张总，现在门口还有很多股民堵在那边。哎，我已经通知保安去处理了。不用，我亲自处理。大家先别慌张，为什么问啊？他上午比赛有高上，这下午一点火有奖了，肯定有猫腻啊！快帮我把我们的资源稳定了。大家多解决，大家先别慌张，只是技术性问题，已经在解决了啊，好吗？你们紧张，打死那个主播！要冷静下来，冷静下来，大家冷静下来吧。郑叔，你来了。让保安先下去，这么多记者在，别升级了矛盾。都这个时候了，你要是让他们退了，他们还以为你软了。你捂什么呢？给个说法呀！给个说法！诸位，据我了解，这次是有国外的巨头企图架空中国的新能源市场，我也是受害者。放屁！你肯定是提前清仓了。我说的话你知道没信，掏出我们，那是我们的血汗钱。骗子！诸位，听我解释好吗？哟，张总呢也是有苦衷。
毕竟年纪轻嘛，犯点错误可以理解。我希望大家能谅解一下他们。呸！年轻就换人干，凭什么我的人可是你的损失呀？对，换人，林氏集团就不能再交给他领导了。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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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人。维持好秩序，把他们带进来坐好，冷静之后再出来。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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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把这群无赖打死去。我没说。这把兄弟给你砸！完了，还怎么判？这把兄弟给你砸了！是集团那么霸道吗？你们要是敢报道出去，张总全会放过你们！滚滚，滚滚！没有气。哎，张总，张总，没事吧？这传的东西，为什么害你？张总，话不能乱说，我这不是在帮你，帮我。你这是把我当往火上加！我命令，现在立刻给我把府民手中的股份给我收回来。这个他是要董事会拍板决定的。按我说的做，我是最大的股东，最终决定权在我这儿。想用大股东的身份压我？不是想要，我现在就在用大股东身份压你。你还是太年轻了，商业世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现在就去做！大股东最终决定权，看来你还是没看清呢。喂，爸，没什么事儿，跟合作伙伴一起去吃饭，晚上就不回来了，先不说了，我这边正在吃饭呢，挂了。公司出事了，能出什么事儿？商业上的事儿，急不得。说了没事儿，您就别瞎操心了。接电话。喂，董事会，现在晚上要去公司加个班，就不回来了。来看看吧。张凡，看你做的什么好事？你想到了舆论的压力没有？公司还怎么生存？开始啊，就是你想搞新能源，要不然根本就不会出事儿。出了事儿你就火上浇油。年轻还是太年轻，我早就说了，他不适合做这个董事长，可没有人听我的呀。现在好了，诸位，这都是证券公司的套啊！哎，我跟公司是一体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自己还活。事到如今，还怪郑总，你以为你是董事长可以一手遮天？我们可是股东，要对我们负责。你说这个责任你怎么负？我会负责。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带领公司走出困境。说的好听，在我们走出困境，怎么走出困境？你让保安打股民，你让股民怎么相信我们公司？我们公司还怎么发展？哎，不要激动。不过李总说的好像确实也非常有理。张总打了人，再担任这个董事长的位置，好像确实也不太合适，会损害公司形象，让公司更难发展。我提万董事长，我同意，我支持，我同意。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却之不恭了。狗反对，
凌氏集团是张总一手创建的，这公司不能没有张总啊！那林氏集团就是张凡的了，那不如叫张氏集团好了。公司走到今天，我不反对张总的功劳最大，但是现在公司有危机，你应该多一点担心，你才对有屁用。张凡，给自己一点体面，同意了吧？我反对了。即便是要罢免我董事长的职位，也需要开股东大会决定。只是你们还不够资格。你觉得今天晚上你殴打股民的事情，股东们还会跟你一边吗？别天真了，明天就要开股东大会了，拖着一晚有意义吗？啊，哈哈哈哈哈！走了，好好想想啊。走吧。张总，我们你先回去吧。年轻人受点挫折也好，商场哪有那么好混的？李啸天出手，他怎么可能接得住李啸天？林花，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林花，你也想我做个了断吗？老朋友，我回来了，再战一场。喂，张总，哎，石总啊，哎，邢总，喂，沈总您好啊，沈总，张总，有人找您，又是催债的，是退出基金的人。翠竹基金？我以为你们是来找我谈合作的。翠竹基金有钱，我们林氏集团有技术，我们公司现在是遇到了困难，我们可以让利给你，但是绝对控股不行。不，张总，我看你是搞错了吧？不是合作，而是翠竹基金拯救你们，这一点请你搞清楚。可是你们的条件未免有些太苛刻了，50%的账还要绝对控股，我个人也只有30%的股份，我怎么答应你们的条件？股份的事情你不需要担心，你现在只需要考虑的是答应或者不答应。不行，林氏集团是我的心血，我如果答应你的条件，就相当于我把公司卖给你。你可以这样理解。我去洗手间洗个脸，等我答复。你怎么还在公司啊？正好把公司的公章和文件整理一下。我下午上任董事长的时候，你们方便给我交接。怎么，考虑好了吗？我同意你们的条件，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要见你们翠竹基金董事长。你确定？我确定。你知道吗？其实我很期待那场面。我也很期待。你在这里稍等一下，董事长马上就到。好。
我无意冒犯。向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翠竹基金的董事长张建国，张董事。你很惊讶。你们先下去吧，麦克斯和董宁留下。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说，先坐。我一直以为我走到今天全都是靠我自己。不，张先生在你的经商道路中从未帮助过你。那我跟麦克斯合作呢？相反，你父亲追求我的老婆。那我跟你合作，不是因为父亲的关系，而是因为你。不用怀疑，你能走到今天，有现在的成就，我没有给大伙一点。不靠我这位老伙计，能创造林氏集团那么大的产业，你确实才华横溢。才华横溢，我当初也是这样想的，可惜现在。爸，你这个时候不能接手林氏集团，国内新能源产业一片混乱，你这个时候接盘的话，不可能翻盘的。这些你不用担心。不，你如果只是为了可怜我，帮我接盘的话，我拒绝。我张建国从来不干亏本的买卖。什么？是在上涨？这怎么可能啊？涨了，晨晨！什么涨了？新能源股票涨了！哟，这是有人在救市。谁有那么大能量，能对抗华尔街之神庾啸天？不管他是谁，他能救市就是救公司，救公司就是救了我的命，救了命，他就是我的亲爹。到底是谁呢？总之，不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大人物，他们则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不管怎样，我公司保住了。那就晨晨，你去哪儿啊？回去准备一下，今晚我约了建国吃饭。又是建国啊？什么？股市在上涨，这怎么可能啊？这算什么？你爸当初可是把华尔街爆发都搞破产了。花旗投行破产，当年那场席卷西方的金融危机是你做的。他就在那场席卷了一方金融危机之中，我的老伙计低价收购了原本价值1亿美元的资产，成立了翠竹基金。看来张董事很多事情都没有告诉你。为国护盘，大破西方金融大鳄，我一直仰望追求的对象，原来就在我身边。那都是过去的事。张总，您去哪儿了？这董事会马上开始了。证券公说，如果你现在不到现场，就默认解除你董事长的职务。我马上过来。我可以同意收购林氏集团，但是郑全公作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兼执行董事，他肯定不会同意。你是大股东，直接罢免他就行了。昨天被他下套了，待会儿董事会还不知道我董事长的职位保不保得住。昨晚我看到了，东宁，陪他走一趟，在路上顺便告诉他该怎么做。行了，事情解决的也差不多了，去忙吧。你去哪？我去吃个饭。去吧。看来我们张总是不会来了。他哪会有脸来呀？等不了了，他故意拖延时间，我们也不能一直给他。我给你们看的罢免张凡董事长的案子看吧。既然如此，那就表决吧。我正式提议
罢免张凡作为临时集团董事长的资格。别赞成，谁反对？我反对。我反对。董小姐，请坐。这里是股东大会，董事局高层都在，你带个外人来干什么？这个外人是我请来的独立会计师，专门负责帮我算账。还算账？现在临时集团一塌糊涂，有什么可算的？张凡，作为临时集团董事长，你带领公司走上绝路，昨天还犯下那么大的错，你现在说要算账，是不是有点晚啊？不晚，他是专门来算我们俩之间的账。张总，别逗我们吧，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给我们讲笑话，逗闷子啊？张凡，你是不是脑袋坏掉了？我们现在聊的是罢免你的问题，不是我。根据公司规定，董事长有权决定股东大会的章程。哎，郑总，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身份还是集团董事长吗？关于罢免我集团董事长的职位，放在会议最后一项。现在要聊的是罢免郑全公执行董事的行为。算时间，张凡这会儿应该还在开会，你就一点都不担心？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他能处理好。李啸天肯定冲着你来的。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静观其变，等他上头。张凡，你凭什么罢免郑总？就凭我是公司最大股东。最大股东？董小姐，麻烦你解释一下我们临时集团的股份分配。张凡作为临时集团的创始人，持股30%，郑全公是20%，还有剩余的15%分散于在座的各位董事。至于剩余的35%股份，则流通于公开市场。听清楚了吗？我是集团董事长，还有30%的股份，按照公司规定，我现在就可以罢免你执行董事的行为。你是不是忘了，在座各位还有15%的股份？你们一共也才15%，而且还分那么散，他们能全都支持你？况且，你想继续留任，得拿到11%吧？我不信你能做到。我就是拿得到啊！我支持郑总，我也支持郑总。张凡，郑总早就跟我们说了些了，你还在这里吵什么？张总，好像已经超过12%了，我才是最大的股东。好，很好。还有吗？张凡，你是怎么笑得出来啊？我当然笑得出来啊！能把这么多吃里扒外的东西一网打尽，我怎么能不开心啊？听到了吗？他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我心疯了。张凡，怎么说临时集团也是你一手创建的？我本来想给彼此一个体面，但你不开眼，那我就没办法。你太年轻了，这场游戏不适合你玩。那我呢，就行行好，把你的股份收购了，拿着钱回家找妈妈。市面上还有35%的流通股份，拿这个吓我？别开玩笑了，你知道这是谁在狙击新能源股市吗？李啸天，华尔街之神，他说要做空新能源，连银行都挡不住。现在有哪家企业敢入市呢？自我介绍一下，我除了是张总聘请的独立会计之外，还是四海市翠竹基金的大华中区负责人。翠竹基金，世界上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1000亿元的翠竹基金。我们翠竹基金已经在公开市场收拢了30%临时集团的股份，我们愿意支持张总。算下来，我们持股60%，已经达到绝对控股。怎么可能？
哦，对了，郑总，我们已经向财经新闻发了公告，我想你应该很快就能收到消息。新能源市场持续低迷下，翠竹基金强势进场护盘，收购林氏集团30%股份。目前，新能源大盘正在稳步走高。我现在正式以最大股东的身份罢免郑全空执行董事席位，谁赞成？谁反对？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是我扶你们到管理层的位置，你们必须支持我。谁要支持他？出去吧。我不走。你们违反公司纪律，拉帮结派，要么他走，要么你们走，选一个吧。郑全功，我们都被你骗了，原来你就是这种奸诈的小人！你要干嘛？走！你要干嘛？我不走！你们干嘛？走！我不走！会议继续。我回个家去。是出什么事了吗？没有，生意上的小事解决了。哟，生意上有点小事儿，不是吧，Sir？什么生意啊？有还是没有啊？你怎么来了？别误会啊，我不是跟踪你们的变态狂，我刚才去了趟交易所，顺便也想来吃饭。哎，你说巧了，就碰见你俩了，不介意我蹭个便饭吧？介意。哎，我不惜跟你一般见识啊，晨晨。什么？你公司的事儿处理好了？处理好了，棋子处理好了，翠竹集团知道吧？强势介入，低价收购。哎，翠竹基金不干赔本买卖啊，你亏了不少钱吧？晨晨呐，我不允许你在背后这么议论翠竹集团。可是俺老孙福大命大，要不是我亏了这么一点点，我早就露宿街头了。这都不重要，翠竹集团他救了我一命，他就是我爹，盛世亲爹。什么意思？哎，老张，你什么意思？翠竹集团知不知道？知道。你知道个嘚儿啊！当年抗击金融大鳄的就是人家翠竹集团。不过今天来啊，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内部消息。什么内部消息？小点声。你们知道谁来四海了不？谁？李啸天。华尔街之神，他来四海市了。要我说这个李啸天呐，谁电话呀？这我说老张，你这什么档次啊？一天比我业务都多。快谁？李啸天，李啸天给你打电话？李啸天给你打电话？李啸天给他打电话？那巴菲特还给我打电话呢？怎么就不行啊？他就不能认识跟李啸天同名同姓的？哎，也没毛病。你同名同姓，你忽悠谁呀？不提了，咱吃饭好吧？服务员，点单。喂，没错，这真不怪我，我也不知道张凡那小子怎么拉了翠竹基金的投资。你这是个废，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翠竹基金收购股份呢？他们注册了很多空壳公司用来收购股票，最后汇组到翠竹，这个我没办法查呀。这为什么翠竹基金会突然出手呢？会不会跟张建国有关系？他隐退市场多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我猜测翠竹基金可能是想要趁着您架空新能源市场的机会，洗进来分一杯羹。好，你去联系翠竹基金的话事人，既然是做生意嘛，那就有的谈了，我们可以合作。是。那我怎么办呢？你别急，知道了吧？这闹不好会死，这闹不好会死人的。你可以搞好一点吧？啊，张总，我不明白，商场就是战场，赶紧跟我去。天这么晚了，
要不咱们喝一杯去？我公司还有事儿，急着回去。哎呀，有事儿也得我送你啊！走。不用了，我自个儿走了。你送完建国。我送，我是。得，我送你，等会儿。走。你出事儿啊？啊，你以后想让晨晨也跟你一起这样吗？那倒不至于，这个得看以后晨晨想住哪。晨晨想住哪？你不知道现在房价有多贵吧？你能买得起吗？讲真的，你真给不了晨晨的未来。你呢？你给得了？你公司不都没了吗？公司现状虽然如此，但翠洲基金已经入手了。我就算东山再起，我也不至于很差。你知道我以前干嘛的吗？不知道。靠这个卖苦力。拳头，沙包大的拳头见过没？当年俺老孙也是散打冠军，靠这个挣了第一桶金。那可真够厉害的。必须的。这个东西你甭管，我正儿八经跟你讲啊，晨晨现在选谁我管不了，但他如果选择你，你如果对他不好，哼，俺老孙认得你，俺老孙的拳头可不认得。哈哈。谁他妈打远光呢？没素质！在小区门口堵到张团了。给我打，什么都别担心，闹得越大越好。谁呀？我操！凌氏集团张总！我操，抓住这个机会，说不定我公司能起死回生。张总，还我钱！还我钱！还钱！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们一定是被人蛊惑了，请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确保大家利益，好吗？少听他胡扯，这都是骗人的。咱们今天一定要出这口恶气，还钱！还钱！大家冷静点，你们这是违法的行为，冷静一点。还敢威胁我们，打他！没事吧？还找了帮手，兄弟们跟我一起上，我看谁敢！妈了个巴子，干了这一票吃喝不愁，你们怕什么？说谁支持你们来的？没人支持我们，我们都是股民。你拿我当傻子呢？哪个股民带电棍、棒球棒、匕首跟刀他妈的都有？滚！张总没事吧？没事。爸，这是你找的保镖？什么保镖？不是，等会儿，你管他叫啥？爸，你管他叫啥？爸，别乱喊啊，差点辈分呢。这什么情况？他是我朋友，你叫孙叔就行。孙叔，今天多谢孙叔。让我缓缓。啊，叔就别叫了，叫哥吧。我管你叫张哥，不，你管我叫孙叔，哎，也不对。哎呀，我叫你孙总，好吧？孙总，你不是找张帆有事吗？说吧。那你俩，哎呀，没事了，那我先走了，我先忙了。他这是，可能是不想跟我低头吧。看来还是我做的不够好，不然这些股民也不会这么激动。不是你的问题，这些人有问题。不至于吧？记住啊，商场不战场。李总，咱们派去的人被打回来了，着什么急？这么说，咱们还要好手？自己看吧。新能源行业联盟要把林氏集团踢出去。新能源行业联盟要把林氏集团踢出去。
我可以把整个新能源领域搞垮，但是代价太大，不划算。我们只是要临时集团的死。张建国，这次你没有入境。你是不是很疑惑，李啸天为什么老盯着你不放？因为你的缘故。这是你和李啸天还有我妈的合照，你们早就认识？认识很早，当年甚至算得上是朋友。可是这一次他盘外招，对你下手，他越线。之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李啸天他是华尔街之神，他手下的大盛投行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就算你有翠竹基金，也毫无胜算。毫无胜算。能保住林氏集团，其实我已经很知足了。再继续下去，翠竹基金也会破产。所以你想让我收手？不，我绝对不会屈服。但是这中间力量悬殊太大了。当年他没能赢，现在更不可能。我就没有副手，在商言商，但他不因局外招对你下手，这次我绝不饶他。抛售所有股票，集中资金，全力狙击大盛投行。张先生，李啸天和新能源联盟达成和解，林氏集团已经被踢出新能源联盟，林氏集团的股票已经跌入谷底。我们翠竹基金持有了大量的林氏集团的股票，现在亏损近100亿。全资收购林氏集团。是。首先感谢各位大佬们赏我一个老脸，把林氏集团踢出了产业联盟啊！叶总，华尔街之神的称呼，我们大家都知道。原本我们以为你是冲着新能源整个产业来的，可把我们吓坏了。早注册对付你这人了，害得我几个晚上没睡好觉。好，为了弥补大家，林氏集团倒闭以后，所有产业都是你的。张总，对不住了，商场就是战场。我多谢之前请我吃饭，但这次我要吃的是张凡，你把我踢出董事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呢？没想过。看看你公司的股票，你还笑得出来？涨了？怎么涨了？这怎么可能？不可能，显示错误吧？不用担心，想必是翠竹基金反扑而已。殊不知，他们现在投入越大，到时候亏得越惨。我就说嘛，咱们整个行业联合起来，后面还有李先生的大盛投行，怎么可能会输？没多反倒罢了。刚开始我确实有些担心，没想到张建国就这2把刷子啊！好，他们没手段呐。各位大佬发表一下意见，这林氏集团倒闭以后怎么分配啊？林氏集团的房屋我要了，我只要他们那块地，其他的随意啊。那他们的联邦人员我就去这个工了。我的老伙计，林氏集团被踢出产业联盟，你确定要购入林氏集团股票吗？为什么不？这太冒险了吧！林氏集团已经完了，入多少亏多少。谁告诉你我会亏的？什么？我张建国从来不被高层买的。我的上帝，你这怎么可能？你看张凡还笑得出来，真是无知者无畏呀！张凡，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想说，你们高兴太了。张凡，你的股票要是有你嘴这么硬，那该多好啊！
要知道啊，这影响股价的从来不是谁的钱多谁的钱少，影响股价的是信心。我在华尔街摸爬滚打30多年了，换来了华尔街之神的虚名，更是被推举为华人商会的会长，还一手创建了大圣投行。这些头衔单拿出一个来都是价值万金的。只要我说不看好某只股票，甚至不用我出手，这只股票就会一跌再跌的。张凡，我知道你寄希望于翠竹基金，那又如何呢？我这些名头放在这里，我说它跌，它就涨不起来。怎么大家不说话？怎么大家不说话了？股票，这怎么可能呢？出故障了吧？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上涨了这么多，这比宁氏集团巅峰时期的股票还要高10倍啊！这就是老爹的手段吗？众所周知，新能源是趋势，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次股价上新能源板块的异动是有心人在驱使。我们万良集团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应该担负起责任。因此万良集团将会与灵石集团合作，帮助灵石集团渡过难关。用房地产股票做背书。我宣布，凡持有灵石集团股票，在购买万盛集团房产时享有8折优惠。懂了吗？我用房地产给股价做背书，只可能涨不可能，除非他李啸天把整个地产行业搞垮。但他有这个实力吗？杨果，你这是鬼菜，接下来赚大了。我并不是要赚多大，我要李啸天分财。你这太浮夸了吧！你不相信我？我相信，因为你是我的老伙计，从来不做亏本的生意。我接个电话。喂，喂，方便出来吃个饭吗？好啊。晨晨，你真要跟那个老男人交往啊？他挺好的，他救过我，而且在那天晚上我喝醉了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乘人之危。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乘人之危？我家装了监控的，他在我沙发上睡了一晚上，早上还起来给我做早饭了。要我说啊，他是这儿有问题，要不然怎么忍得住？别瞎说！哎，来了来了，坐吧，建国。这2位是我闺蜜，正好遇到了，她们就非要见见你。你们好。哎，这还有点帅呀。他看着不像保安，见晨晨肯定要穿的正式一点啊，态度不好看。不好意思啊，晨晨，生意上有点事耽搁了一下。哎，你还做生意啊？做什么生意的啦？新能源相关的，大盘要涨，你们手里要是有钱的话，可以投一点。不懂装懂，华尔街之神李啸天做空新能源市场，现在入坑不是找死啊！糟糕，建国不懂这些，你别说。不懂就不要乱说呀！现在推着人买新能源，不是坑人是什么？我估计啊，也就是最近新能源的新闻太多了，被他看到了，所以在这乱推荐。行了行了，别说了。没事儿，不知者不怪嘛。哪有自己说自己不知者不怪的？我说他。你说什么呢？行了，都少说2句吧。建国，你之前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昨晚孙立人刺激你了？你别理他，你不用在我面前伪装的。你真的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反正我有。哎，别介，没钱可不行。晨晨，你先别说话，我俩替你把关。哎，你1个月挣多少钱呢？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我知道了，那100个亿先不要动。晨晨，100亿，有钱人呐！对，就是这个意思。每股先不要动，把现金流全部投进去。
不好意思啊，生意上的事儿。对了，你刚才问我什么？一个月能赚多少是吧？我一个月大概能赚。金博，你别装了，坦诚一点，我真的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我是真的想跟你坦诚了。晨晨，这就是你说的他很老实啊。晨晨，你不要被骗了，我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个老实人呢。你俩少说两句吧，他可不真受什么刺激了。张建国是吧？我们晨晨现在还帮你说话呢，你就不能真诚一点？对呀，你说没钱就没钱，装什么呀？我装什么了？而且晨晨根本就不在乎我有钱没钱。我是不在乎，但我在乎你是否真诚。我很真诚了。你是不是虚伪啊？你说动不动就100亿，你知道100亿是什么概念吗？晨晨，我真没别的意思啊，但我觉得吧，他不仅这儿有问题，他脑子也有问题。我说你们俩要是没事，能不能先离开一下？这是我跟晨晨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吧？怎么没关系啊？难道我们就看着你骗晨晨？我真不知道晨晨是怎么看上你。啊，李小天要见我。全部都过去，当面道歉，不然我们全部完蛋。什么？李小天要见我？不见，没空。还在这装呢，直接是李鹏。这下华尔街之神的亲自来找他，他见。下一句是不是他要让李小天破产呀？没得商量，我要李小天破产。刚才聊到哪儿了？还说呢，你不去见华尔街之神李小天啦？我们这些个小虾米啊，可不配跟你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呢。建国，我希望你是在跟我开玩笑，虽然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晨晨，这不是玩笑，我可以解释。我想你们没什么好说的。确定是这样吗？确定。走，这是华尔街之神李啸天。这怎么回事？来，让一让，让一让。李啸天，李先生，您的到来让我们蓬荜生辉。不好意思，进入我们导演吗？请吧。张建国，你是瞎了吗？老板，李小天，好久不见。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这老样子。你也是。这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了，你不请我坐坐？你呀你！站着。建国，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待客？你是我的客人吗？我当然觉得我是客人啦！啊？你不是。建国，我想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吧？什么误会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是翠竹基金的董事长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合作呀，比如翠竹基金和万亮集团，加上我的大盛投行和新能源产业联盟强强联合，我们将大有可为呀！大有可为。建国，这老话说得好啊，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何必呢？你李啸天吃人不吐骨头，什么时候学会合作了？建国，我们可以谈，没什么不能谈的。你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好啊，我要你喝茶呀！你太狂妄，狂妄的是你！只要我继续加注，大盛投行一定破产。这大盛投行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啊，一定还要解决办法。那你想怎么解决啊？我认输了，我向你道歉。听不到啊！好，我认输了，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可以吧？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付林氏集团，我错了。还有呢？我不应该利欲熏心，做空新能源市场，让无数股民破产。还有，不应该用庞万招对你儿子张凡下手。是
我还手上大顺投行1半股份，如果大顺投行破产了，到时候你什么都拿不到的。很好，这么说，你同意了？我悄悄的告诉你啊，我就没打算原谅。你们耍我！对，我就是在耍你。怎么样？15年前，莲花求你不要拒接我俩公司的时候，你怎么做的？他跟我说已经跟你和解了，然后解除了公司所有的防备。可你是怎么做的？背信弃义，还是拒接了我们俩的公司，输得干干净净。你只要一无所有，他就会离开你的。他一直是以为是他导致了我们公司的破产，之后他因为这个自杀。你说啊！我不知道，我以为是你没有照顾好的。商场就是战场，我没错，我没错。对，商场就是战场，我不会对我的敌人心慈手软。可恶！商场如战场，我没错，我没错，我还没到输的时候。全工，老板，给老邵打电话，就说你输弱了，想吃鱼了。好的，老板。鱼在哪儿？我会把信息发给你。来，老沙，来陪我打一局。哎呀，不打了。你小子做几年生意，身体素质、计算的水准，吓成啥样？我都怕把你打死了。岁月不饶人呐！来，以前你是全团孙悟空，你现在都是土行孙手。老沙，你有兄，我有弟，我们永远是兄弟。就你损我，我有3次机会迎击 KO 你，我都下不去手，我还有事要处理。玩吧。你又有啥事儿啊？啊？哎，张建国，走。盯着我看干嘛？我脸上有花吗？李啸天真的是来找你的。但是我不想见他。你电话里面说的那个100亿是真的？真的有100亿啊？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对不起啊，我刚刚不应该那样说你的。实在是抱歉，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没事，我也不是特别在意。晨晨，我们聊聊。晨晨，你去哪儿啊？跟张总聊2句。不想聊。晨晨，这位可是不可多得的金龟婿，你可要把握好。你不是嫌人家老吗？我啥时候说过呀？我跟你说，钱是万能药，能让人变年轻，也能让人变帅。该出手时就出手，你可千万别放魂。我公司还有事儿，我要回去了。公司的事我帮你处理，你就待在这。说什么呢？啊，晨晨问我说哪里好玩，想带你去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疯子，说吧，为什么骗我？你别那么严肃嘛。我没跟你嘻嘻哈哈，你最好也严肃一点。我有钱难道不好吗？那你觉得我看上的是你的钱吗？不是，应该是因为我长得帅。建国，我觉得我们不能在一起。为什么？你觉得呢？为什么一直骗我？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呀？我现在跟你在一起，我成什么人了？我何必那么在意别人说的话呢？是你是可以不在意，可我不想被别人说成是傍大款。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我的身份，你怎么就成傍大款了？你不懂。晨晨，不是你听我跟你讲啊。
我不是故意瞒你。张先生，冯小姐，你是？是李先生让我来的，他想让你们帮个忙。你回去告诉他，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请您配合一下，不然我会很难做。上车吧。丹真，你先回去，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再去找你。不好意思，冯小姐，你也要跟我走一趟。鱼已经抓到了，要现在吃吗？先别动他们，还需要我做什么？我会手机发给你的。李总，干完这一票，我不想做了。不想做了？不考虑一下老婆孩子？在美国开销很大的，你不做，他们会很难维持生活的。放心，即使你不做了，我也会安顿好他们的。毕竟咱们那么多年的朋友了。我知道了，李总，我会继续做的。放心，这些事成了，你大功一件。真真不怕，真真不怕，我在。这位朋友，我放家挂个道出来，你要是求财，我有的是钱。只要是开命，跟我女朋友没关系吧？喂，我爸现在有事儿没？他现在还好，等会儿会不会有事儿，要看你表现。你敢？哎，冷静，这时候一定要冷静。风尘这是不是也在你那儿？是。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他们现在好得很。你是谁？你为什么要绑架我爸跟风尘战？我是谁？我就是你一顿胡乱操作，搞得倾家荡产的股民而已。不是我搞的，是李啸天是大圣投行，我也是受害者。所以你数个数吧。你要多少，我给你送过去。只要你能保证我父亲跟冯晨晨安全没有问题，我甚至可以不追究，甚至可以送你出国。我不要钱。你要什么？你要房子，要车子，只要你开口。我要临时计算货。什么？按我说的做，否则他俩都要死。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那就按我说的做。我做，你千万别动手好吗？我做。你现在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当着所有媒体的面结束和万良集团的合作，然后退市，解散林氏集团。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可以给你跟……我要的就是你公司倒闭。我答应你。还有，我要你立刻联系翠竹基金，放弃攻击大圣投行，并且分割股票，加入大圣投行。你是李啸天的人，随便你怎么想，不照做的话，他俩必死。我要看着你开新闻发布会，否则的话，就先割掉他一条腿。喂，狗日的李啸天，太他妈卑鄙了！这就是商场，商场就是战场。张哥，那现在怎么办呀？哎，要不立刻报警吧？报什么警？为人家狗急跳墙把我爸伤了怎么办？那现在要怎么办啊？看怎么办？当然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啊！现在立刻马上去！好，滚，见不见？张凡，未免火气太大了点吧？啸天，你个王八蛋，你还敢来？我为什么不敢来？秦汉，Max， 这一次还是我棋高一招吧。你不守规矩，我说的话，它就是规矩。守着你那些规矩，就像抱着一堆枷锁，那我们怎么能大展身手了啊？规矩不是枷锁，规矩是回家，他在守护你，他在保护你。等你脱下这身
回家后你得小心交流的人权。你不懂，商场就是战场，战场上是不需要守那些破规矩的啊！相反，如果你爸爸在这儿，他肯定不会浪费哪怕那一点精力呀，去愤怒的啊！李啸天，是你抓了我爸爸是不是？如果你爸爸在这儿啊，肯定不会问这些愚蠢的问题了啊！哦，对了，我来这儿是告诉你，这一次我赢定啊！冷吗？不冷，我就是有点怕。没事儿，我们会没事的。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我喜欢你。什么？我怕没机会说。不会的。你知道吗？我家里有监控的。那天我喝醉了，你送我回去，其实我都看到了。啊？我一直缠着你，我能看到你眼里的挣扎，但是你还是没有乘人之危。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就是你了？这些年我遇到的男人很多，有的为了钱，有的为了身体，但只有你不一样，你只关心我。这么说，我倒成了无欲无求的柳下惠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你怎么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虽然我做的饭很难吃，但是我还是想做给你吃，哪怕只有最后一次。那就等我们出去，你再做给我吃。我们出不去了。不会的。你没发现吗？他把我们头套摘了，看到他的样子，看到这里的环境，他是要灭口了。或许他只是担心我们的头套沾了水，我们会被闷死。是这样吗？老三，老三开门呐！是苏联。李先生，听说你的大盛投行遭到了碎石基金为首的多家基金和投行的同时袭击，请问这是真的吗？确实是这样啊。听说大盛投行不满之即将破产。你说这100回，这都是某些别有用心人在谣传。我们大盛投行不是好好的吗？并且我们和翠竹基金达成了初步协议，以后翠竹基金将并入大盛投行，成为大盛投行的一部。李先生，请问你为何会来这次林氏集团的新闻发布会？您和林氏集团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竞争和仇敌吗？仇敌？他林氏集团呢还不配。我这次来也是受到了林氏集团的邀请，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下啊。我李某人一贯秉承的原则就是把蛋糕做大，让大家都有钱赚啊。我入行新能源领域也就是为了这，不像某些人，或者我就明说了吧，林氏集团这样天天想着独吞所有的利润，甚至还想坑股民的钱，这个是我不忍这个也正是我出手对付林氏集团的原因。李先生，所以您知道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内幕所在？内幕？哦，小张总来了，正好你问问张总，为什么大半夜的把你喊来开什么所谓的新闻发布会？张总，听说林氏集团和万良集团的合作是假的，只是挽留董事的手段，请问是真的吗？说今晚你会辞去集团董事长的职位，是为什么？是因为殴打股民吗？Sorry， 要不要我扶你起来呀？郑纯公，你已经不是林氏集团的人了，你不该出这种。哦，对了，我忘了，过了今晚，林氏集团就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不会让我的老伙计们失业，我会重建林氏集团，就改名叫林泉集团，怎么样？要不要来我林泉集团上班？我给你安排一个职位，保安。老三，开门呐！我马上去国外了，咱俩喝顿酒。
这么多年了，备用钥匙在哪儿，我能不知道吗？老沙，什么情况啊？门都给你砸烂了，就不给我开门，几个意思啊？哎，听到了，但是我不想理你。你是我唯一的兄弟，你不理我，谁理我呀？啊，铁子，怎么金屋藏娇了？我刚才一口气爬9楼，命都快累没了。你说你这么多年咋混的？哎，这电视我们参加锦标赛那年买的吧，还留着呢。我跟你讲，这东西啊，你就该留留，该扔扔，跟人一样，不要向上生长。你看你现在混的，哥，我怀旧，我今天没空陪你扯淡，我还有事儿呢。你有啥事儿啊？你啥事儿我还不知道吗，老飞爹啊？不过今天我来要正儿八经，我马上要出国了。恭喜！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想带兄弟你，咱们一起出国，挣他妈国外的钱，够不够意思？够意思。但是我不想出国，不习惯。不习惯？你有啥不习惯的？英语我会 communication 交流。再说了，你有钱，全天下都咱的。有钱去哪儿不习惯呢？ I have no money。你 no money， 确定？你 no money， 我有 money 呀！咱去国外开公司，我当董事长，你当 CEO， 开个武馆，我当馆长，你当总教头。完了，谁来消息？我宣布，临时集团新闻发布会这就开始。哎，老孙，这里没你什么事了，走吧。刚才谁给你发消息？一长串，看着有点眼熟啊。崔在，你别管，出去吧。老沙呀，催什么债？你跟我讲。老孙这么多年，别的没剩下，就剩下钱了。欠多少你跟我讲，兄弟帮你还。我说了，跟你没关系。再不走，我生气了。你气呀？你气死我吧！我好怕呀。哎，行，心情不好，我理解。我这就走。不过出国的事儿考虑一下，我给你订机票，怎么样？我宣布，临时集团新闻发布会这就开始。别拖了，赶快宣布临时集团解散吧。我宣布，临时集团就此。我宣布，临时集团将会加强与万良集团之间的合作，持续深耕新能源领域。临时集团和翠竹基金达成协议，翠竹基金将会共100亿融资，与万良集团深入合作。妈的，不长眼的东西，会不会开车？李小天，没想到吧？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老流氓，老沙没了！我这什么老沙？我不认识。什么？老沙死了？老沙死了，他到死都没把你救活，他自杀了。真的？不，像我不认识老沙，什么狗屁老沙，他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是吗？所以我其实一直可有苦。
想想这老婆孩子啊！他家里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以为只有你在国外有势力吗？张建国，你不能这样对我，咱们可是老同学、老朋友了啊！是吗？建国，你就放我一马，我认输了，我这是真的服了。你先放我，我可以把大宋投行全都交给你。李小天，你没有搞错，大圣投行已经是我的了。今天又吃饺子。今天还有烩面，你能吃啊？怎么都不说话？我们还是看看新闻吧。对，看看新闻。7月12日，重大金融绑架案今日宣判。经过1个多月的审理和排查，相关部门掌握了全面的证据。犯罪分子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过供认不讳，主谋美籍华人许啸天犯绑架罪、传播期货端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期货罪、操纵期货端画火罪，目前罪数月不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好，终于判了，我得赶紧把这件事情搞定。哎，你吃完再走呗。那个，算了，改天再吃。不想做，我看他就是不想吃你做的东西。别生气了，你想吃就行。不行，哪能这么惯着这孩子？给他留着明天让他吃。万良集团的梁总，别，叫我小梁就行了。快坐。小梁坐。什么事儿？张总，最近这个房地产行业很景气，我想着我们公司的房价是不是往上提一提？这事儿就没得商量，房价不能涨。是。还有别的事儿吗？没了，那就先回去。好嘞。吃饭。这城里住着是越来越不习惯。那咱回去。慢点。截个破路啊！截个。老板你好，您叫献爱心吗？献血不爱心啊！把你们管系的叫来呀！管系的，饭去。你就是竭力管系的？是啊，您是过来献爱心的？算系吧，我是来给你们送钱的。那挺好，这个社会啊，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好人。那你们就让郝莹站着聊，随便坐。我坐哪呀？叔叔，请坐。哎呀，你不是你有没有眼力见啊？什么不是呀？什么不是呀？你鼓一下我啊！有没有眼力见呢？我们周总过来送钱的，你就这样吧？啊，是这样待客的吗？坐沙发。你坐着干什么呀？不是呀！干什么呢？知道我老丈是谁吗？你知道他儿子是谁吗？哎呀，他儿子是谁都没有用，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们万良集团的钟总经理，负责咱们四海市的房地产业务，就甭说是谁了，就算是四海市的首富过来了，都得乖乖听我们的啊！你们都不念干什么？低调一点啦！你给我干什么？给他呀！服了。袭击吗？认识，钟大才，万良集团四海市总经理。是啊，
知道就好。我这次来呀，就是跟你们聊一下你们这个孤儿院挪地方。怎么说？简单来说，我们万良集团看上这块地了啊。我刚刚看了一眼，你们这个地方连院带地也就1000多平吧。这样，我给你们3000万一口价，好吧？然后再在你们那个郊地给你们再盖一栋新的这个叫什么孤儿院，好吧？那可真不行，这儿的孩子都要上学，几年级的都有，离得远了，他上下学不方便啊。有什么不方便的啦？蛮简单的个事啊，我给钱，你签字，完事了吗？你要是想看他们姐，你赶快切，想看随时看嘛。那还是算了，我们也不乐意挪地方，况且我们也有车。有车？你们有车？轮椅啊？要啥轮椅呀？人不行有个自行车呀。是。哎呀，那这样，最后一口价，我再给你们涨1点，好吧？最后涨1点啦，不能再涨吧？实在不行，到时候那个新的孤儿院出来的时候，我多拨一点预算过去了，算是做个福利啦，好不好？钟经理，你要是真想做福利，你呀就在旁边建个福利小学，孩子们上下学也方便。哎，别给脸不要脸啊！我告诉你，今天咱们钟经理屈尊过来跟你们谈，您这个态度啊，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今天啊，你们要是不挪，我等会儿叫铲车过来给你挪了。别吓到人家啦，注意一点啊！哎呀，爹，他们也是太不上道了呀！不急啊，我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好的。对了，我不是说你们做房地产说要有点良心，底下人就是这么做事的。装神弄鬼。依我看啊，他们就是嫌钱少了。啊，你马上到是吧？好。哎呀，梁总啊，你怎么亲自来了呀？这点小事我自己处理就好了嘛。闭嘴！这个是我们万良集团的董事长梁总嘛，快一点嘛，经过梁总嘛。对不起，张总，是我的管理疏忽，这件事我一定严肃处理。你狗眼看人低，这是咱们万良集团真正的老板，连我都是在他手底下打工的，你懂吗？哎呀，骚云啊，行，多大点事儿？不过有个事儿，老早就想跟你说。这个孤儿院的基础设施也该翻新配套了，还得再建一个孤儿院，还有一个小学。是，看着建一个。好啊，对，就让他主办，建得好留下继续干，建不好滚蛋。是，那我现在走了。梁总慢走啊！哎呀，走啊！那个破路修一下啦！喂，梁总啊！哎呀，破路啊！距离虽遥远，心却很近。这事倒了。好喜欢听你声音，好喜欢你用心弹的钢琴。